美女，这……大夫，我比较敏感，你要不换个地方再试一试？贱人！偷人都偷到医院里来了，我打死你！他醒了。该死的采花贼！快说，是谁指使你混进我们神府的？采花贼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不是在医院吗？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啊！哼，不知悔改！洋洋，在，把这个玷污小姐的淫贼给我阉了！哎！你可别乱来啊！这都是误会啊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家的小姐，你可懂这是我？你玩真的？恶作剧差不多就得了。两位美女，赶紧把我放了吧，我还急着回家吃饭呢。夫人，对付这种淫贼，就得用这个。上！哎！你们玩真的？剪刀比较大。别！喂，110这里有人非法囚禁，你快来救我呀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没信号，难道我真穿越了？哎，这是什么妖物？哎，我手机！淫贼，少在这装疯卖傻！洋洋，给我上！去！别手动！有话好商量啊！你这个该死的采花贼，居然半夜溜进我小姐的房间，还剥了她身子！有什么话，你就跟太监说去吧。别！我不会刚穿越就变太监吧？这也太悲催了！夫人，这太行了！小姐突发重病，你快要不行了！什么？小姐腹痛一次，现在躺在床上，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洋洋，先把这银针给我锁好了，我先去看小姐，回来饶她的命。等等，这病我能治。我家小姐的病你真能治？就听他满嘴胡说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内科医生，2023年的。要是沈小姐犯的这是腹痛之症，我肯定能治。你说能就能，我凭什么信你？这炎炎夏日，夫人面色苍白，行动不顺，偶尔吃痛皱眉，多半是受了寒气。如今又来了癸水，痛经了。癸水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反正你们小姐，我肯定能救。高总，要是治不好小姐，我先宰了你的狗头。哎呦，放心，去拿我的药箱来，保证药到病除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我的裤子穿上。老爷，昨儿怎么样了？两位大夫，只要能治好小女的病，100两黄金，老夫双手奉上。如果这两个大夫豪迈，新竹帮失了贞洁的秘密，恐怕瞒不住，绝对不行。沈老爷放心，老爷，就不用麻烦两位大夫了吧？我带了医生的。医生，那是何物？是我是来自2023年的大夫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反正我能治好你女儿的病就行了。你敢确定？荒唐！奇装异服还胡言乱语。沈老爷，此人来路不明，多半是连病情都探查不清的江湖骗子，莫要受骗。是啊，沈老爷，即便他略知医术，可如此年轻，估计连把脉都没学会吧？万万不能把小姐的病情让他给当过了呀！你不是说你会治病吗？说话呀！我确实不会把脉，但是谁说只有把脉才能判断病情？我有这个。这是何物？这是何物？大胆！此物乃金铁所制，定是行刺的凶器。来人呐！
老头儿，先听听这是什么？这是脉搏，可怎会听得如此清晰？再听听这个，废气的呼吸竟也线好必现，这是哪位神医的手段？神奇，太神奇了！有了这个，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医了？现在还觉得我探查不了病情吗？那就有劳医生派个施救小女。没想到这沈家小姐这么漂亮，难怪会把我当做采花贼。小子，已经半炷香了，你若是治不了，现在下来磕3个响头，再献上那个听诊器，我还能求沈老爷放你一条生路。方大夫何出此言？沈老爷有所不知，小姐的病情讲究兵贵神速，诊断医治都需尽快。可这小子半天连诊断都没有，多半是治不了，故意拖延时间。就是，再耽搁下去，小姐性命难保啊！什么？建民，滚一边去！不要耽误2位神医出手！小姐的病情，他俩可够呛能治。荒谬！我不能治，难道你能治？小子，我倒要听听，什么病能让我2人束手无策？今日可没有个说法，我要你项上人头，还给神医磕头赔罪。磕头？我看他们跟我磕还差不多。小姐现在的病情是急性阑尾炎，也就是你们嘴里说的烈性肠痈。告诉我，你们怎么治啊？什么？放现代，急性阑尾炎做场小手术就行了。可惜古人不会做开刀，只能看着阑尾破裂，引发败血症等死。真是长工！沈老爷，今日是我2人叨扰，就此别过。是，您就当我们没来过，赶紧给小姐准备后事吧。贾大夫，你这是何意？这是绝症啊！沈老爷，您千万别说我们来过，免得毁了我2人的名声啊！哎，2位留步啊！你拦我也没用啊，这病就没几个人治好过。如果说我能治好呢？小神医，您若真能救小姐性命，我沈家半只家产都给你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，求小神医快快出手啊！行，老头儿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保证3天之内让你闺女活蹦乱跳。荒谬！肠痈之症古今难治，你个来路不明的孽障，恐怕连个正统的师承都没有，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！就是，我等自幼研习10门医术，尚束手无策。你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，竟敢在这里蒙骗沈老爷，蒙骗！这老爷，事关小姐性命，不能轻信啊！我要是真能把沈小姐救活了呢？你若真能治好，我2人向你磕头拜师。没错，磕头拜师。这可是你们说的。我要是治好了沈小姐，你们给我磕500个响头。这就好了？这不可能！只是打了麻醉，还没有开始呢。小神医，何谓麻醉？就是暂时让人失去知觉。麻醉期间呀，就算把病人的胳膊给砍了，他也感觉不到疼。竟有如此神奇之物！失去知觉，不知痛痒，麻沸散，你该不会是华佗传人？华佗传人不敢当，在下江中医科高材生。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懂。大家都退下吧啊！接下来的画面少儿不宜。对了，夫人留下。小神医，这是为何？哎呦，
忘了告诉大家了，这做手术啊，需要把患者的衣服都扒光，人多了不合适。好你个登徒子，你还敢脱衣服？你别太过分了啊！哎，这别误会啊！我得先把小姐的衣服扒了，才能把她的肚子切开做手术啊！什么？什么？还要开膛破肚？连我大前极刑也没有如此凶残，你竟敢这般糟蹋沈小姐！我的小祖宗，你杀人也不能这样啊！要动手，能不能等我二人先离场啊？至少这死人也别跟我们扯上关系啊！你们要是害怕，我也束手无策。反正死的又不是我女儿。你够了，照他说的做，都给我出去！让开！这哪顶得住呀？你若敢胡来，我阉了你！夫人放心，我保证一会儿小姐醒了，生龙活虎的。夫人，你醒醒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醒了！杀人了！恶贼！我杀了你！夫人不可！我杀了你！你干嘛呀？快放手！莫伤了神医！什么神医？他杀了我们主儿，我要你偿命！谁杀了他呀？我刚把人治好。你还想骗我？我让你赔偿！混蛋！快给神医道歉！道歉！我亲眼将他见主儿一刀破腹，主儿也有命在，他就是个杀人凶手。你还让我道歉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，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再吵心陆小姐就醒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星族真醒了！他，这是地府吗？主儿，先别动，主要小姐刚下手术，身上还有刀口，我先给她输点补品。今日之事，连累公子了。这话怎么说啊？公子不是采花贼，是我为了逃婚，才污蔑公子坏我清白，才害得公子被追杀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女人可差点害我变成太监。哎，你主儿，快让小娘看看。小娘，你怎么在这？我还活着吗？呸！你当然还活着，净说傻话。我以为我自己都死了。珠儿，我的珠儿，你怎么样了？还疼不疼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开膛破肚，焉有活路？焉有活路啊！沈老爷，夫人，既然小姐醒了，那我二人就先告退了。站那儿！刚才谁说要砍我脑袋来着？少爷，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别放心上。至于磕头仪式，有点过了。是啊，我们二人也没想到你有如此高超的医术。哎，咱们各退一步。你们两个脸皮也忒厚了，请马上履行承诺，每人500个响头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愿赌服输。既然和王神医打赌，就要做好输的准备。你们不给王神医磕头，我不介意叫三都院门口再多2个人头。沈老爷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沈老爷，我们磕还不行吗？去门外磕吧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小神医，敢问小女何时能痊愈？啊，常勇已经好了，不过这手术刀口还得再养养。
这样吧，我给小姐再开点药，按时吃，要不了几天呀，小姐又能活蹦乱跳了。好啊，好啊，我这就给神医安排住处，300两黄金也放在神医的房间里，再加100亩良田的地契，这真给啊！当然了，这个是你应得的谢礼。我们家老爷一向是有恩必报的。神医日后就留在我神府吧。啊？神医日后就留在我神府吧。留在神府？这是我神府特制的客卿腰牌，有了它，京都各处都会给你几分薄面。哦，对了，明日我会去一趟御医院，顺便给王大夫索个官职。官职？让我当官？好家伙，我刚从2023年来古代，就赚这么多好处，这要再多待一阵儿，岂不是要当丞相、当皇上、当首富？况且，好，我愿意留在神府。哈哈哈哈！好，竹儿痊愈前还要劳驾小神医多多照看。是啊，这下我们竹儿的招亲大会就可以如期举行了。小娘，怎么又要招亲啊？竹儿，你快躺下。你看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之前给你介绍那么多的官场子弟，你都看不上眼，这样下去，我和你爹都快急死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乖女儿，只有你找到了乘龙快婿，爹才能安心呐。舒儿小姐，恭喜你啊，要招亲。是啊，来的都是京城名流公子。王大夫，到时候你也来，还能长长见识呢。啊，对，王大夫，你也看看。啊，一定，一定。没天理呀！这么一大美女，居然要便宜别人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就吃点东西吧。小姐又要绝食了。既然我不能选择婚姻，那生死我总能选了吧？哎，爷爷，你怎么在外面呢？王大夫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快劝劝小姐吧，她都2天没有吃饭了。现在啊，她就听你的了。还有这事儿？哎，你先别着急，东西给我，你先忙去吧。卓儿小姐，是我。卓儿小姐，卓儿小姐，施主。不好，呼吸微弱，看来只能做人工呼吸了。你可算醒了！你怎么又把我救活？我说大小姐，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干嘛寻死寻活的，多折腾人啊！谁要你救我？谁要你救我？我连死都选不了吗？我说美女，你不会受什么刺激了吧？哎，你干啥？王公子，睡我还是第一次。我爹是吏部尚书，我是高门贵女。快扶我的身子！快糟蹋我！啊！快糟蹋我！这事要是让夫人知道了，非得阉了我不成？你不行，你可以说我怂，但不能说我不行。那就来。我是第一次。与其给那些肮脏的臭男人，不如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种样情。小宁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王大夫也在啊。
夫人请坐。珠儿啊，明日招亲大会，你爹说葛老家的刘公子也会来，那可是个好夫婿。明日啊，你可要好好表现表现。小娘，那个刘公子平时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你跟我爹分明是为了联姻，逼着我往火坑里跳嘛。新竹，我不去，不管明天是谁，我都不去。竹儿，怎么不懂事了呢？你说爹手下那么多高手，有的是办法能让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坐上一整天，到时候啊就由不得你了。你倒不如好好备好，省得到时候难受。你这不是卖女儿吗？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寻死了吧？多大点事儿啊！只要有人站出来，当场灭杀那些公子哥的威风，你不就安全了吗？可是谁又能帮我呢？我呀！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让那些不学无术的公子哥统统滚回去。你不信？你知道你说的话意味着什么吗？嗨，不就是一群名流贵族齐聚，社会精英罢了。老子孤军奋战，就能用我的才华碾压全场。小样儿，老子一个现代人，不怕对付不了这帮老古董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要是不相信，咱们签个生死状。行，签就签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帮我打败那群王八蛋。恭喜各位世家公子到场，参加我沈家星珠小姐招亲大会。吉时已到，有请大小姐。今日大喜，老夫以茶代酒，敬各位贤侄。四桥贤侄，阁老近来可好啊？家父劳心国事，感谢沈老挂念。好，人已到齐，今日招亲大会正式开始。等等。我到了，这才叫人齐。我到了，这才算人齐。六兄，这位才俊是谁呀？京城名门里面也没见这种人。王范，这里没有你什么事儿，别耽误小姐招亲。此人是我府上的医官，不懂规矩，让各位见笑了。无妨。夫人，这么重大的日子，我来给竹儿小姐送个礼物，不过分吧？这种人能送什么好东西啊？哟，居然是个豆子！这算什么礼物啊？穷疯了吧你！王大夫，你这是何意？沈老爷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红豆，而是南国的相思豆。什么狗屁相思豆？我看是你瞎编的吧？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。情诗？嘿，小子，你是来砸场子的吧？宋相思啊，在场的李兄可是当朝的文科状元，你敢在李兄面前班门弄斧？好事，真是好事啊！
好事，真是好事啊！这是，李兄，你可是文科状元啊，怎么能助他人气焰呢？是啊，李兄，还不快作诗灭了这小子威风！各位，此诗看似通俗，实则意境深远，堪称一绝啊！在下不才，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了。难道你也比不过他？在下自愧吗？什么？小样儿，小学学的相思就把你们难成这样，要是背手蜀道难，还不把你们吓死？王大夫竟有如此诗才，也算是给神府增光，那就一并入席吧。哎，沈老爷，我看这几位也不怎么样啊，不如让他们4个一起上，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他讲的，你小子，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？吴兄弟，好好招待我，可别让人觉得我们朝廷的武状元都是花拳绣腿呢。武状元，哈哈哈！早听说胡状元一身功夫出神入化，万军莫敌，没想到今天能看到他出手，值了，呵呵，值了。不是，这招亲就招亲，干啥还打架呀？多少和气啊！哎，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应当文武双全，不然怎么保护得了沈小姐的花容月貌呢？啊，没错，想娶我们家祖儿，当然能保护她。我觉得呀，这个架该打。看招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啊！花里胡哨！快救武状元叔兄！喂，你看不见了！这是什么妖术？快救出武状元！淡定，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。来人，快送武状元回去休息！你小子使诈！要不你也是？算了，其实这也是我送给新竹小姐的礼物。这是何物？这叫防狼喷雾，平常就算3、5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。那有了这个，我是不是也能打败武状元了？下次你可以试试哦。刘公子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才叫保护，懂不懂？哎，刚才这句不算啊，那比武算什么本事啊？啊，那是匹夫作为。想娶竹儿小姐，得比钱。对，得比钱，有钱了才能给我们祖儿更好的生活。你们是说比钱？哎，怎么着？怕了呀？晚了！哎，前首富的冷山玉，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这块冷山玉是家父多年收藏，价值万金。今日我愿意把它作为聘礼，送给竹儿小姐。穷鬼，如果你能拿出比这更值钱的东西，这冷山玉归你。如果你拿不出来，要你项上人头。哎呀，钱少，连这等宝物都拿出来了。钱家如此重视小女，小女嫁过去啊，一定会幸福的。我宣布，今天的招亲大会。等一下，那个我也有宝物。哎，这是我连夜制作的草木精粹。荒谬，什么东西也敢与冷山玉相比？来人呐，快把他给我压下去！哎，等等，小心！这是何物？我怎么感觉一下子神清气爽，就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？怪哉怪哉，世间就有如此神奇之物，明明淡如弱水，却沁人心脾，直达肺腑啊！好香啊！
这就是你说的草木精粹。不错，这就是我特意汲取的草木之精华，我给它起名叫风油精，回头送你2瓶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够了，这香有什么用啊？这小小一瓶，就算价值千金，也远不如钱家这冷山芋。此次招亲，最后换上的。妙啊，妙啊！老爷，冷山芋这等重宝都在这儿了，你看这垃圾做甚？蠢妇，这破玉怎么能和王大夫的宝瓶相比？老爷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石老爷，我这个冷山芋可是能够买下一座城池的。住嘴！亏你还是前首富的儿子，宝贝在你眼前都看不懂，也配说话？如此水晶宝瓶，我连做梦都没见过，难道还不如这块破玉？这是水晶瓶，有这么好吗？当然，水晶自古罕有，此宝瓶成色超然，更是不见打磨，恐乃天赐之物。浑然天成，浑然天成啊！真是上天所赐之物，此物应为镇国之宝。哎，差点忘了，古代工业落后，这群人根本就没见过玻璃这玩意儿。哎，王大夫，只要你愿意将此物让给老夫，沈家可以答应你任何事。你说真的？真的，太真了。老爷，好，我要你取消本次招亲大会，今后再也不许强迫星珠小姐招亲。公子，好，老夫答应你，老夫这就……等等，既然是如此，宝贝，那就应该归我刘家所有。来人！把他们灭口，一个不留。刘四桥，你敢杀朝廷命官，这是灭九族的大罪！刘兄，你疯了！没关系，我会给朝廷上报，说衣冠王妃垂涎沈小姐的美色，不但给沈府下毒，还将沈小姐先奸后杀。等我到了之后，沈府上下已全门被灭，我一气之下杀了王妃，这样我就没有关系了。刘思乔，你无耻！哎，沈小姐，我会让你先爽完再死。刘兄，刘兄，饶了我吧！哎，我愿意把这个冷山芋献给你。哎呦，钱兄，糊涂吧？你死了，这冷山芋也是我的呀！姓刘的，你真当没人能发现真相吗？发现又能怎样呢？我父亲是当朝阁老，一手遮天，谁敢揭穿我，我让他生不如死！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权力的力量。即使你拥有再多宝贝，再多东西，最后也全是我的，我的。你确定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其实我想告诉你，我已经先你一步下毒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真没骗你，不信你摸摸你胸口正当中，是不是隐隐作痛？真的好疼！哎呦，你个狗东西，你还真下毒啊你！哎呦，我也中毒了。各位现在是不是还觉得心跳加速，浑身冒冷汗呢？没我的解药，今晚大家就会穿肠烂肚而死，可疼了！快把解药给我！解药？现在带上你的人赶紧滚，解药自然会给你。姓王的，你跟我耍花招，等一会儿现在就杀了你！行啊，杀吧！希望今晚咱们在地狱相见的时候，你还能这么狂。刘兄，你就按照他说的做吧。你想死，我还不想死呢。是啊，刘兄，你就别硬撑着了，小命要紧啊！哎，权势哪有命重要啊？今晚此时，我若见不到解药，必将你凌迟处死！哼！走！你们也一样，赶紧滚！多谢，多谢。冷山芋和解药，你选一个。这我……哎，
个你的账，竟然给我神府下毒！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来人啊，把王妃给我拿下！哎呀，夫人，你这是干嘛？我们还没拿到解药。周老爷，解药就在我身上。此物小小一方，竟能写满蝇头小楷，单论这药皮，便是至宝。公子，你为什么下毒啊？其实就是吓唬吓唬你们，喝点板蓝根就没事了。本来是怕他们输了比赛不认账，所以我就提前做了点小准备。没想到这关键时刻还真起了作用。好啊！王大夫思虑周全，明明有通天之才，也不忘防备小人，是个做大事的人。小女交给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啊？交给我？爹，气死我了！我筹备了3年的招亲大会，没想到就遭了你这么个东西！哎，夫人息怒！造孽呀！真是造孽！沈老爷，你们这到底什么意思？招亲大会现在只有你一人，你说什么意思啊？贤婿，贤婿，你说我？难道你不想娶我家竹儿？想，当然想，只不过既然你同意，你和竹儿的婚事就定在3天后。这么快？只是你的身份配不上新主。这样，这几日我给你安排个京都布政使的官职，你先坐着。布政使？那不是市长吗？怎么？你嫌职位小吗？不，我只是怕自己难以胜任。有我在，没人敢说你什么。对了，这风油精就当做彩礼，这块冷山芋你拿着，暂且作为小女的嫁妆。多谢岳父大人。哎，不对呀！这东西本来就是我赢的呀！算了，1块钱的风油精换这么个宝贝，还娶了个漂亮媳妇儿，值了。姑爷，小姐喊你去她闺房呢。闺房？这么急？好嘞，这就来。罗小姐，找我。明明是你主动的呀！那也不许这样。行，你来，我教你个好玩的，跟我学。先这样，再这样。你爹可说了，3天后你就是我媳妇儿了。放开！谁是你媳妇儿啊？你呀，不是你让我去招亲的吗？而且你爹都同意了。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哎，不许去！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这是我一直贴身带着的，1人1半。这算不算定情信物呀？小雨，不好了！老爷被宫里的人抓走了！什么？启禀雍王。爹，岳父大人，爹你怎么样？珠儿，你怎么来了？雍王殿下，这沈老贼贪图宝物，抢占微臣的水晶宝瓶，千真万确。这可是我要送给您的至宝啊！现在人赃并获，还请雍王殿下明察。冤枉啊！浑然天成，果真是镇国之宝。沈贼，此等神器也是你配抢的？雍王殿下，此物是沈家招亲大会草民给星竹小姐的聘礼，当日宾客众多，可都是在下的人证。传人证。草民参见雍王殿下，您如实交代，此水晶宝瓶到底是谁的？雍王殿下，招亲大会
在下确实在场，根本不曾见王妃拿出什么水晶瓶。她撒谎！这个宝瓶啊，是上个月我与四强兄弟外出打猎偶然得到的，与沈家并无半毛钱的关系。你睁眼说瞎话！人证俱在，请殿下明察。殿下，刘四桥乃是阁老之子，想必也不会骗我。本宫信他。来人，把那个作奸犯科的沈老贼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施主，施主，施主！这么晚了也没人，我多看2眼，没关系吧？对呀，我这马上都结婚了，看1眼也没啥呀。星主，你醒了？哎呀，你别哭呀！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还不行吗？我爹就要被处死了，这个沈家快完啊！哎呦，没事儿啊，爹死不了。帝王都下去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别急啊，我已经有对策了。真的？啊，我打听到啊，雍王特别迷信鬼神之说，所以我提前去了趟天牢。咱们接下来就这样。这样行吗？哎呀，事总比等死强啊！真好远呀，雍王殿下，真好远呀！你是谁？真好远呀！谁出来！休要装神弄鬼，出来！他怎么不害怕了呀？那就再给他加点料。真好远呀，雍王殿下，真好远呀！沈爱卿，我知道是你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好商量。城门大冤，得阎罗垂怜，一死真灵出鞘。如若冤死，化作厉鬼，也要雍王陪葬。滚！有鬼！他不会疯了吧？沈尚书呢？沈尚书是不是逃狱了？没有，一直在这，我看他紧张着。我不信，快带我去！快！殿下，就是这件。沈尚书，沈尚书，你来了！啊！滚！贤婿的红药水还真有趣儿！殿
下，着凉了。哎呀，放人，赶紧放人！你说什么？我说赶快把沈爱卿给放了。是，我这里是。刘思乔，竟敢骗我！杀了你！回来了，老爷回来了！快放鞭炮，放鞭炮！老爷，你可回来了！这么热闹啊！干脆把卓儿和贤婿的婚事也一起办了吧。好啊，老爷。爹，要不是贤婿，老夫这条命就搭进去了。岳父大人言重了。前2日卓儿惦记您惦记的紧，我带他出去散散心。好，快去，快去！老爷，我听说刘思乔被冤枉打得可惨了。是吗？老爷，这，哎呦，我的乔儿啊！这是王妃从中作祟，我要找他报仇。老爹都知道了。阁老，打探到了，王妃和沈杏竹已经到了东市。是，我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王妃，你不是带我吃好吃的吗？怎么来这里了？别着急呀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美味佳肴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个呀叫烧烤。哎，扬州串儿，扬州串儿，扬州串儿嘞！哎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好香啊！可这黑乎乎的能好吃吗？当然了，哎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这简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比皇宫里的都好吃100倍。刘班班，方才我有没有听错？那女孩说什么食物比宫里还要好吃100倍？皇上，民间女子是不能说法，出了宫叫老爷。是老爷。香吗？没有你香。讨厌。真香啊！朕倒要看看什么东西比宫里的还好。好香的肉味啊！哎，你闻到没有？闻到了，好香的肉味啊！走。这老板，你这卖不卖啊？香的整点事让我们尝尝呗。哎呀，大家别急，都有啊！老板，10个串。这太好吃了，然后还能这么吃。要是每天都能吃上这个，那不得幸福死啊！汁水丰沛，鲜香绵长，真的比宫里面好吃很多。老爷，能不能给咱家也尝尝？乖，之后买一套宅子了吧？可惜，真可惜，明明如此美味，吃了几串就觉得有点顶，反而吃不下去了。真要吃不了几串就顶了。是啊，我这真想再吃上10串来。是啊，王妃，这烧烤这么好吃，有没有办法能多吃一点？没想到你还是个小吃货呀！光吃串啊，肯定会腻的，得配这个。老哥，尝尝。竟如此清爽，果然解腻。我感觉我还能再吃20串。
来，给我来一杯！给我来一杯！哎，大家别着急啊，人人都有，人人都有。老板，这是什么呀？好好喝，感觉一下都不腻了。那是，这叫啤酒，跟烧烤可是绝配。不过你不能多喝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酒后容易乱性啊。我，你是王妃？是我，几位有什么指教？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找事儿？找事儿又能怎么样？是你，王妃，我看你也嘚瑟半天了。我今天来呀，就是特地送你上路。给我上！我靠！不是跟你们敢动手，我就报官，真就吃牢饭。才知道报官，看来朕的智力还是不错的。皇上英明神武，一替代朝廷啊，谁敢作恶？报官，衙门算个屁！不光打你，打完你还要把你扔进大牢里。住手！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在这京城，我们刘家就是王法。哎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连我刘4球的人都敢动，给我打断他腿！回头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打断我的腿！给我上！刘阁老大！哎呦，这个人当天想输啊！哎呦，我多了。刘备勇，这个文官各老子们来这么快，皇上，这次我们私自出行，不适合见阁老。另外，此事事出蹊跷，咱们最后再暗说。老哥，谢谢你打抱不平。你俩要是害怕，就赶紧躲起来吧。哎呀，小哥真是善解人意啊！那我二人就先行告退了。先放你们一马！哼！王妃，他们二人走了，你就走了？没事儿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报官！衙门放个屁！不仅要打你，打完你还把你扔进大牢里。这是什么神物啊？总之，我有证据，谁都别想栽赃咱们。可是刘4桥可是阁老的剑子啊！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呀？那咱们的证据岂不是没用了？何人竟敢当街行凶啊？父亲，就是他！儿子只是出门散步，碰巧就碰见这个王妃了。他看儿子行动不便，便突然暴起伤人。我可是什么都没做呀！欺凌病弱，你可知罪？胡说！分明是他来找我的麻烦，还打翻了我的东西。就是在场的诸位都看着呢。不用，定是你行凶之后自己打翻餐位，加害我儿，不然我刘家的护卫如何受伤呢？哎，你们颠倒黑白，指鹿为马，这个刘维忠就是这么当阁老的。皇上别有三思啊！刘阁老出身京东刘家，在朝中占据半壁江山呀，动也动不得呀。行凶之后还威胁百姓给你们做假证，无法无天。来人，把这个王妃给我押进天牢。我可是有证据的。你们爷俩要是铁了心的算计我，我就算去皇宫告御状，也要跟你们斗到底。衙门放个屁！不仅要打你，打完你还把你扔进大牢里。这啥物啊？竟敢用妖法惑众，给我拿下！毛头小子，还敢要挟老夫！本来只是想让你吃点苦头，既然不识趣儿，胡三儿在，把人拉到旁边，杀了吧。是。你敢？
就算你是阁老，当街杀人也是要偿命的。杀良民偿命，杀江洋大盗，圣上只会赏我。江洋大盗？不对呀，父亲，这王妃只是个小医官啊。愚笨！我说他是江洋大盗，他就是江洋大盗。把人先杀了，再去刑部补张通缉令，不就行了吗？皇上，你要三思啊！刘瑾，要是再拦我，回去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。你无耻！放开！好了，都利索点儿，我罚了。哎，老匹夫，如果我死了，我总归要让你偿命。放开！老贝救我！小主，杨思成！这到底是什么妖兽？画面里怎么会有皇上？难道说刚才这群侍卫是被皇上打倒的？哎，停！都给老夫停手！怎么了，父亲？谁是你父亲？天杀的贼人，谁不敢惹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老爷，三老爷一个就这一个儿子，让开！不能让老爷看着谁了吗？儿子可以再生，老夫的命只有一条，我杀了你！老爷，不要！莫非，你让开！你给我让开！你个臭娘们儿！住手！住手！哎，你个狗娘的畜生，你还敢回来？爹，就是这个畜生坏孩儿好事，快杀了他！刘阁老，令公子还说把我的腿打得喂狗呢，要不您亲自来？哎，脸上谁是你爹？你给我去死吧你！皇上，您怎么露面了？皇上，这孽障做的事儿与老臣没有半点瓜葛呀，请皇上明察。哼，儿子可以再生，刘大人的命可只有一条啊！刘大人，您这算盘可真通透啊！公公的话，老臣怎么听不懂啊？先杀人后通缉这样的办法，你都想得出来？刘青，你还有什么弄不懂的？万岁，老臣一时糊涂，这逆子杀了便是，还望万岁开恩呐！呸！偷了谁拿自家孩子顶过？这刘阁老竟如此不堪！够了！手押天牢，明天叫刑部给朕仔细的审。天牢都没听见吗？要不要咱家教你们怎么拿人？皇上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去，带走！皇上开恩呐！皇上，站住！你们这就想走？民女拜谢陛下大恩。哦，草民拜谢陛下大恩。两位还不生火，给皇上烤几个串儿啊！哎呀，来，陛下，公公，爽，真爽，比当皇帝爽多了。这当皇帝多爽啊！想干啥就干啥，哎，还不愁钱花。哎，小兄弟，你有所不知啊。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没有当场杀掉那狗官吗？是不能杀吗？不能。刘阁老出身大族，这些大族的官，我是不能随便杀的。
甚至朕平时还要看他们的眼色。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既然权贵不能杀，那多让平民当官不就行了？你告诉他，让平民当官，岂是这么容易的？你可知图书昂贵，平民难以读书学习，以至于朝中大多数官职都被那些大族权贵掌控啊！这也是皇上内心的痛处啊！原来是这样，差点忘了，古代还没有印刷术。我有办法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能让天底下的读书人人人读得起书。你说真的？你可不要骗朕，这可是欺君大罪。王妃要诛九族的。哎呦，陛下，你就说你想不想在朝廷里啥事都是你说了算，想干啥就干啥？想，朕太想了。那我要是帮你完成心愿，你是不是得好好谢谢我呀？你要是让平民都能考上官，朕封你做太子，做你儿子封你做王爷，一次并肩王，跟朕平起平坐，如何？我去，跟皇上平起平坐，那不是要啥有啥，也没人敢欺负我了。皇上，闭嘴！这一决。好，就按你说的，就当一字并肩王。这么说，你真有办法？哎呀，造纸术和印刷术而已，小 case 了。这可都是小学知识，竟然能让我当王爷？你们俩神心火。王妃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快把小舅弟给这才进宫！不行了，陛下，还是爹不好了！什么？贤婿被皇上拐跑了？父亲，王妃她不会出事吧？出事不至于，可皇上这人打小没正形。坏了！怎么了？皇上还有个没出嫁的闺女呢，今年刚19。哟，王大人，你醒了？你谁呀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这是被人打晕了。星主呢？王大人，闪开！哎呦我！王大人，那可是皇城机密处，安全的很啊！您就在这儿安心住下吧。星主呢？你们把星主怎么了？哦，你说沈小姐呀，她已经回家了，安全的很。对了，圣上说了，让您赶紧把造纸术和印刷术给做出来，到时候您可就是一字并肩王了。这还敢骗我？要真是一字并肩王，你们会把我关在这儿？王大人，您做的可都是断人财路的大事儿啊！您要不在这儿，都不知道死了几百次啦。你拿支笔来，我把方法留给你们。王大人，要不您还是先做出来，这样圣上才能比较放心嘛。什么？你知道弄这个需要多久吗？反正咱家把画给您带到了，只要您不出这个院子，您愿意干嘛就干嘛，咱家先告退了。我还得回去跟星主结婚呢。狗皇帝！皇上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赶紧把这东西研究出来，朕饿了。好，再干。狗皇帝，死太监！狗皇帝，死太监！狗皇帝，死太监！气死我了！这活字印刷最少也得刻几千个字儿，我一天才能刻10几个。照这么下去，我得到80岁才能回去呀！80岁，星主，
我来娶你了。王妃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得想个办法。来人啊！哎，王大人，给我准备猪油、草木灰、贝壳、粗盐，还有花瓣。您要这些干嘛呀？让你拿就拿，哪儿那么多废物？哎呦，好嘞好嘞，咱家这就去办。哎，王大人真有劲儿。这太监不会有受虐现象吧？王大人，印刷术还用这些呀？哎呀，商业机密，走，就看一眼。哎呀，走吧，过两天再叫你。走了！哎呦，咋了嘛？哎，张公公，来，给你看个宝贝。哎呦，好精美的物件啊！哎呦，好精美的物件啊！雪白如纸，还有香味呢。这算什么？哎，来，王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呦，王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王大人，你这是干嘛嘛？哎呦，洗手啊！洗手？哎呀，这怎么洗嘛？你看这滑溜溜的，哎呀，恶心死了！哎，这水怎么变黑了？哎呦，这手白白嫩嫩的变干净了。这手上还有香味呢。这叫香皂，是我发明的稀世珍宝。用它洗手洗澡，不仅能洗干净，而且还会留香，久久不散。哎呀，好宝贝，好宝贝呀！哎，王大人，这是送给咱家的吗？你想得美，这东西在外面3两银子一块呢。啊，这么贵呀，都抵得上咱家1个月的俸禄了。切，反正也没见过，还不是我说多少是多少。咱家给钱。哎，等等，哎呀，张公公，咱这交情谈钱就见外了。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来，刻50个木字给我，就能换1块香皂。哎，成。张公公厉害啊，居然找到这么多人给我刻字儿。照这个速度，再有3个月，活字印刷术就成了。哎呦，还不是王大人您的香皂畅销嘛？哎，这宫里呀，人人都争着抢着要给您刻字儿呢。不过还不够快，后面还有印刷术等着我呢。张公公，哎呀，王大人，咱家已经把能发动的人都发动了，这已经是最快啦。还得再想办法。皇后娘娘到！皇后，她来干什么？我又不认识她。我去，皇上岁数那么大了，他媳妇儿这么年轻，那我要是当了1子并肩王，嘿嘿嘿。你就是王妃？哦，正是在下，皇后找我。都回去歇息吧，本宫有要事带皇上向王大人讨教。奴才告退。王妃，皇上不把我当回事儿就算了，连你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我看你这是找死！哎，皇后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有什么误会？你做的香皂，宫里每个妃子都有，就连下人都有，唯独我没有。你不是看不起我是什么？就连皇上也不来我宫里睡觉，你们都不喜欢我。皇后，你这么好看，皇上还不睡你，该不会是你？该不会是什么？你不会是活不好吧？你看啊，我是什么？
本宫身体挺好的呀。活儿是指行房睡觉的本事。你闭嘴！皇后，你想啊，皇上虽然年纪不小，但也才40来岁，怎么可能清心寡欲呢？你这么前凸后翘的，他都不睡你，肯定有问题啊！好像也是啊。那狗皇帝，你把我关在这儿，我得收点利息。那怎么办呀？别人什么样我又不知道，哪知道自己的活儿好不好呀？在下还真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可能会有些难啊。快说，不管多难，只要能让皇上来我宫里过夜，本宫都要做。就是让我试一下，就知道你那啥行不行了。呸！本宫高门贵女，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，跟我行房，你也配？放肆！我可是皇上亲封的一字并肩王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也配？什么？一字并肩王？当然，不然我一个外星人怎么会住进皇家密院里？不领情就算了，我好心帮你，真当我稀罕？等等。那，你轻点儿。王妃，我是不是技术不好呀？不好个屁！都好上天了，我差点都下不了床。这皇帝到底怎么想的？真有这么差吗？怎么办呀，王妃？你可要帮帮我呀！行，以后只要皇上不在，你晚上就过来我这儿，我好好指导指导你。真的？不行，忍住，腿已经软了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条件？怎么？我每天尽心尽力的指导你行房水平，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不是很公平吗？好像也对。好，那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只要你能经常跟我行房，我都答应你。没想到我还有做渣男的潜质，造孽呀！帮我刻这种木字，越多越好，刻完给我拿回来。正愁印刷术没帮手，这皇后来的可真是时候，这下我就能早点回去和信中成亲了。王妃，朕烤的串怎么？皇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皇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臣妾说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是来找臣讨要香皂的，是吧，皇后？对，香皂。臣妾觉得皇上不来臣妾寝宫，是因为觉得臣妾不够白嫩，不够香，所以特来此地向王大人讨要此宝，带回去沐浴用，希望讨皇上欢心。香皂，此宝贝沐浴后不但洗得干净，而且能留有清香。原来这个宝物也是王妃所制。皇上也知道香皂？那是，朕可是花10两银子的跌价从大臣手里买过来的。10两？你是真冤种啊！我吹牛才敢值3两，是不是很便宜呀？是不是很便宜呀？王爱卿，能不能给朕打个折扣？以后你做的肥皂，朕9两一块买过来，占你点便宜。哎呀，皇上见外了，8两，皇上想要8两就卖。此话当真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爱卿，可不许反悔。能因陛下吃亏是臣的福分。不后悔，
我含泪准你齐良友，根本不后悔。恭喜皇上，那臣妾就先回寝宫，等皇上来了。去吧，不用等朕，自己保重就好。是。不对呀，皇上真不近女色，这不正常啊！王爱卿，皇上你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给朕说呀？啊，臣没说的事可不少呢。皇上说的哪一件呀？为什么朕烤的串跟你烤的味道永远不一样？皇上说的就是这个。朕拉着刘瑾已经研究好几天了，可我烤出来的串总有一股子怪味儿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没有告诉朕呢？可能当时忘了，让朕尝尝。这一股子烟味儿啊！你拿什么烤的呀？用炭呢？你不是也用炭烤的吗？这不应该呀！要不皇上您再回去试试。已经试了好几天了，朕烤不动，赶紧给朕解决。啊！皇上，臣还急着完成印刷术和造纸术，赶回去和兴中结婚呢，没那么多时间。你好，我已经在太后面前夸下了海口。3日后太后寿宴，我要给她烤出天底下最好吃的烤串。可如果到时候太后不满意，我就说是你诓骗了朕。说就说吧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反正我死了，皇上就得永远看朝中大臣的脸色了。哼哼，太后脾气好着呢，她不会杀人，她只会把你变成太监，服侍她老人家。看来太后没有福气吃烤串喽。等等，皇上，臣觉得太后吃烧烤这件事儿，臣义不容辞。王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就是这口炉子，您快来看看吧。行，等我先看看啊。你们吃这个也不算没命啊！可是王大人，我们可都是按照您那样子烤的，这次怎么会出人命呢？你白痴啊！这炭和炭能一样吗？烧烤用的是木炭，你们竟然用煤炭，是会吃死人的！啊！你啊什么呀？赶紧把炉子抬出去，在室内烧煤，时间长了人也是会死的。王爱卿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朕烤了好几天，也就是过度劳累，感觉头疼乏力而已。皇上，您这是福大命大啊！这一氧化碳中毒都没事儿，这要换别人，坟头草估计都冒3丈高了。什么？总之，你们先跟我来。烧烤要用木炭，木炭不起烟，也没有异味。木头也不行啊，木头也起烟。哦。还有啊，这烤的时候不能用明火，不然串就烤焦了。哦，怪不得朕每次烤串的时候都会焦。好了，来尝尝。公公。果然不香了。不过什么？王大人，这串儿没味儿啊！哦，哎呀，我放盐了。来，这次好了。好你个王妃，你竟然敢藏这些着！信不信治你个欺君之罪，秘密就诛？信不信我治你个欺君之罪，秘密就诛？这串什么味儿啊？你们御膳房用的是糙盐吧？哼，还想骗朕？藏私就藏私，拿盐做什么借口？是啊，王大人，皇上只是喜欢这口，想学着烤串的手艺。哦，等您日后走了，我们也好自己做不是？再者说了，咱家也不可能去摆个摊儿抢您生意不是？您这何必前前后后
藏着掖着呢。我好了，不交就不交，回去做你那个什么造纸术和印刷术吧。做完赶紧走。朕答应你的一字并肩王还是你的。告诉你，朕言而有信，不像你这种两面三刀之人。站住！什么意思啊？藏着掖着，两面三刀。我王妃在你们眼里就是这样的人。是，我只是个平民，会点小手艺，远不如你们这些大人物高贵。但我王妃也是个有血有肉有良心的人，这没良心的事儿，我王妃就是饿死穷死也绝不会做。可是这烤串的味儿不对呀。我说了，盐不对。我说了实话，是你们不相信我。盐就是盐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盐，这能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哎，你们没见过好东西，就以为好东西不存在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给我等着！王大人，您这是粗盐，垃圾一样的东西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是人吃的盐。刘曼曼，你可曾见过洁白似雪、细如烟雾的盐？色清如烟。皇上，这是我没见过最美的东西了。查，然后告诉我，究竟是不是我在藏私？没错，皇上，就是这个味儿。真的跟上次吃的味道一模一样。难道不同的盐差距这么大？鲜美，鲜美，一点苦涩都没有。吃盐都如此美味，那以后的每天饭菜里都用这种盐的话，那咱家岂不是要活在天堂里？王爱卿，你把这制盐之法传给朕，如何？皇上不是说臣是两面三刀之人，让臣赶紧走吗？臣这就告辞。那都是气话。王爱卿不是一直想成亲吗？你把这制盐之法传给朕，朕皇后赐给你。什么？皇上，这不合礼数啊！哎呀，什么礼数不礼数的，朕一言九鼎，这事儿就这么定。等一下，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什么意思？你嫌弃皇后不成？皇后本来就是我的了，还用你赐？你别想糊涂我！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罢了罢了，朕还有一女，今年刚满19岁，朕赐给你。皇上说的是让我娶公主？皇上不行！
皇上不可呀！王大人即将成为和您平起平坐的一子并肩王啊！他要是再被选为驸马，这辈分不就乱了吗？好像是有点乱啊！哎，就不乱。哎，皇上，以后我叫您岳父，您叫我兄弟，咱俩各论各的。这样也可以？怎么不行啊？来，岳父，吃兄弟刚烤的串。多吃点。好家伙，刚进宫没几天，皇后、公主都是我的了，也不知道这公主身材怎么样。凤凰，这事烤的有点干吧？你我靠！皇上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救命！让我看看，我是大夫。竟敢给皇上下毒！我没有，我来人，把这个谋害皇上的叛贼给我拿下！不，我没有。皇上，快看太医！刘公公，我这是大夫，先让我看看吧。你还有脸说？把他给我带下去，严刑拷打！为什么要给皇上下毒？等等，刘公公，咱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下毒啊？哎，你想啊，我马上就是一子并肩王了，而且皇上还把公主许配给我，这么样的好生活，我给皇上下毒，我图啥呀？刘笨笨，皇上，不是往来间，我相信他。看在皇上的份上，他家暂且饶你狗命。一会儿太医来了，若确诊是中毒，他家扒了你的皮。见过皇上，见过刘公公。别磨叽了，赶紧给皇上诊断。太医，快看看皇上怎么样了？皇上。说什么呢？皇上正值壮年，怎么可能会得绝症？确实是急性绝症，皇上估计只有半日好活了。刘公公，咱们还是给皇上准备后事吧。胡说八道！你再敢胡说，咱家杀了你！等等，大夫，你说是什么绝症？没准就是救治之法呢。是烈性肠痈，确实是绝症啊！你还敢说？等一下，太医，你确定只是肠痈？慢点，快和皇上回宫啊！太医，你确定这只是肠痈？废话，我母亲当年就是死于这个病症，就算是化成灰，我也记得这个脉象，就是烈性肠痈。真的？真的，不能再真了。就算是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拿皇上的性命开玩笑啊！怎会如此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刘公公，这病我能治。你说什么？哎呦，我说这病我能治，我现在就回去准备药箱，马上给皇上准备手术。手术？没错，前2天我听人说过，手术可以治肠痈。你也知道手术？太医，到底能不能治？刘公公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几日沈家千金小姐得的就是这肠痈之症，人马上就没了，结果有神医到访，生生的把她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，用的正是这手术之法。什么？这神医在哪儿？还不快请过来！嗨，没想到这件事都已经传出去了。哎，你们不用叫我神医。刘公公稍等，神医是2个人，都是在下的好友，我这就去请。你说什么？治好星竹的明明是我呀，难道有人假扮我？刘公公，这才起来了，我这就给皇上做手术。父皇大人，
我知道你有些本事在身上，可这事关皇上的性命啊！我看还是等更专业的大夫来了再说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相信沈家小姐的手术是我做的是吗？哎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早说呀！我把姓周带过来做人证不就得了？哎呦，王大人，咱家自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我不能拿皇上的性命冒险呀！听说那个什么手术还要开肠破肚，您还这么年轻，经验怎么也比不上那些老大夫，不是？放屁！这手术只有我。谁到？哎呀，恭迎两位神医，快请出手救救皇上吧！放心，只要老夫出手，一定守到。是你。二位神医认识王大人？何止是认识啊！他们俩还给我磕过500个响头，想拜我为师呢。胡说！哪儿来的毛头小子，也敢编排老夫？就是，我们可是医术高明的大夫，怎么会认识你这个贱人？少给我装大尾巴狼！别人不知道你们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赶紧快！王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嘛？我的意思是，要是让他俩给皇上治病，皇上必死无疑。王大人，事关皇上性命，你若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把您赶出去。皇上性命垂危，还请二位神医速速出手啊！不行，刘公公，他俩根本就不会做手术。我是住嘴！什么神医？快请，快请！小子，等老夫治好了皇上，也让你尝尝磕500个响头的滋味。那你也得治得好才行。聒噪！别在这儿碍手碍脚，老夫要治病。快滚一边去！你们王大人，你就不要打扰两位神医给皇上治病了。难道真要洒家请你出去不成？要不是怕皇上死，我做不成一字并肩王，谁管你们？老子早射回去了。贾大夫，准备吧。哎，好。难道他俩真会做手术？不对呀，谁教他们的？王八蛋，你们被他麻醉！他娘的，我真是猪油蒙了心啊！居然相信这俩会做手术！麻药呢？啊！皇上！二位神医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杀人了！王神医，皇上这怎么会这么多血？我做手术的时候明明没有这么多，明明没有啊！你说什么？这手术不是你做的吗？我哪知道啊！明明上次王妃就是这样做的，我这是照着做而已，怎么不对了？哪儿不对？我是照着做的。骗子！原来你才是骗子！你该死！上来！大爷的，刀口都切错了，这出血能不多吗？这要人命啊！这是！王大人呀，咱这该死呀！王大人，都是他家的错呀！要是早点听您的，也不至于误了皇上的性命啊！住嘴！皇上还没死呢！你赶紧带着玩意出去，别再给我添乱了！再耽误，皇上就真没命了！王大人，皇上他保住了吗？常勇已经治好了，这玩意儿也没多难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谢老天爷保佑啊！谢你个头的老天爷，能不能活还不知道呢，赶紧去找人，越多越好。
什么？你不是说还不是你找到庸医，一刀放了皇上半盆血啊！赶紧去找人，再不输血，神仙来了也没用。大丈，这就去，这就去。叫大家来，是因为皇上危在旦夕，需要抽你们的血才能把皇上救醒，所以大家抽我的！停！这抽血也不是随便抽的，需要血型匹配才行。血呀！哎，你学过巫术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呀。血型是什么呀？没听过呀。王大人，这抽血也有讲究，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，别添乱。现在大家把手指伸出来。生人于无影，什么功夫？张公公，就你了，跟我走。啊，好。王大人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现在只要把张公公血抽出来，输给皇上，皇上就有救了。什么？庶子干儿！庶子干儿！你干嘛？皇上现在失血过多，再不输血，人就保不住了。哎，干爹，为了圣上，为了天下，儿子万死不辞啊！快！凭你就玷污皇上的圣体，再不走，咱家用你的刀头祭天！快！儿子该死！儿子该死！哎，张公公，你干啥呀？皇上还等着输血呢！你还敢说？皇上千金圣躯，万金之体，让一个奴才的血液流入皇上体内，这是在玷污天下血脉呀！你有病吧？这血还分高低贵贱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人血只有血型的区分，剩下的都一样。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！住手！现在旁人的血流入皇上的体内，哼，谁杀了不留情？我跟你普及点科学知识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皇上去死吗？皇上，不行，皇上撑不住了，必须马上输血。不行，不许玷污皇上！你如果用我的血呢？公主。这是公主，公主用我的血就不算是玷污父皇血脉。当然，公主乃天皇贵胄，体内也是天家血脉，自然不算玷污啊。可是没什么可是。我操！刘瑾，去把父皇的嘴打开。公主，你等等呀！哎，公主啊，你彪啊！哎呀，这输血不是这么输的，而且什么？你也没对准啊！可恶，又看歪了。这公主还是个进士啊！一家人也得先测血型，要不然会出大事的。哎，一模一样哎！没想到啊，还挺巧啊，这血型对应上了。现在可以给父皇输血了吧？等等，还等什么？不是说了父皇前功尽弃？是啊，王大人，皇上命悬一线，赶紧的吧！抽血不是这样抽的。王妃，你竟敢僭越！够了，不许打扰王大人。哎呦，好了，接下来只要等皇上醒就行了。多谢王大人救我父皇一命。客气客气，不过公主，我在这儿呢。多谢王大人。
父皇为什么还没有醒？都晚上了。是啊，到底咋回事啊？你在问我？皇上醒了！朕还活着。皇上当然活着呢，活得好好的呢。扶朕起来啊！父皇，王爱卿啊，朕的肚子还有点疼。什么？王大人，你不是说已经治好了吗？皇上怎么还肚子疼呢？废话，给你肚子上来一刀，再缝上，你不疼啊？不对，王爱卿，这不光肚子疼，这两腿之间的龙根也有点疼。啊，在给陛下切阑尾的时候，臣发现陛下的龙根包皮有点长，顺手就给他切了。现在估计正在恢复，过2天就好了。什么？你把皇上的龙根给掐？什么？你把这给阉了？什么？父皇成太监了？王妃，我要杀了你！王妃，我要杀了你！冷静，我不是把龙给切了，我是把包皮给切了呀！我管你切的什么！你敢对朕的龙根下手，我要你死！王大，你以为你把皇上变成太监妃咱家就会开心吗？你好糊涂呀！你好好上路吧！我现在就阉了你，给父皇报仇！不是没切，你们至少去看一眼啊！对，刘班班，快看看朕的龙根还在不在啊？怎么样，刘班班，朕的龙根还在不在？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龙根还在的。大胆王妃，朕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对朕的龙根动刀？皇上，臣也是为您着想啊，这包皮不切的话，住嘴！朕不想听你狡辩，把皇妃送去净身房，给我阉了她！啊！哎，皇上，我能让你生孩子！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把您的包皮切了，您就能开枝散叶了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您一定子嗣很少吧？最多不超过3个，对不对？皇上只有一个女儿的事，一直死死保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大哥，我是大夫啊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皇上是因为包皮过长而导致的不育，很典型的。能生出来已经算是奇迹了。我今天把它切了，皇上就健康了。你是说，等朕恢复了就能开枝散叶？皇上痊愈后，只要注意卫生，那是想生多少就生多少。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啊！我李后赵终于可以绵延香火啦！秀荣献王大人大恩。不至于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王大人有所不知啊，皇上自年轻时期就想为皇家增添香火，谁知这么多年，除了公主殿下，皇上一个孩子都没有啊！不管选了多少妃子都没有用，最后更是因此而不近女色呀！我说皇后这么好看，她都不睡，合着是生不出孩子自卑了。不对，她要是好了，那以后不就睡不着皇后了？这今后若有了太子，朝堂也稳定了，这是涉及国本的大事呀！奴婢替皇上谢过王大人。不用这么郑重。用？怎么不用？若没有太子，朕死后一定会家国大乱。你这是救了我朝，赏必须给朕狠狠的赏。这次朕一定要把皇后赏给你，否则无以报王亲大恩。真的？我是想说，皇后毕竟是您老婆，母仪天下，这有点不太合理，是吧？
皇亲此言差矣。这个皇后啊，今年刚娶的，没有夫妻之实不说，我也不喜欢这款，所以没有感情。你赶紧把她娶走，我要换新的。原来如此啊！那臣愿为陛下分忧。儿臣李秀荣恭贺父皇千秋万代，江山永固。好，哎，秀荣，你不是在西北前线吗？怎么突然回宫了？儿臣万死，请父皇降罪。前线出事了。尚未出事，但今日士兵们的体力越来越差，已经是屡战屡败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边境怕是撑不过2个月了。2个月？秀荣，你给朕说清楚，什么叫体力越来越差？这个西北的粮草充足，怎么会体力不够呢？这可是会亡国的呀！父皇，边关没有盐啊！我朝产出的大多都是含有剧毒的粗盐，吃了会死人的。可食用的盐矿大多掌握在敌国的手中，我们打不过他们。有毒的粗盐，提炼一下不就能吃了？吃不上盐，怪不得体力会越来越差。天亡我朝！天亡我朝啊！父皇，父皇，朕没事儿。秀荣，儿臣在。国破在即，你也别回边关了。朕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女儿，让你死在那苦寒之地，朕也舍不得。你收拾东西，逃命去吧！啊！父皇，儿臣不走。儿臣不是女儿，儿臣是父皇的儿子。儿臣要留在父皇身边，哪也不去。你连朕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？啊，刘班班，皇上，奴婢在呢。代公主头，你伺候了朕一辈子，也不容易。等你把她带到安全之地，朕还你自由。皇上，陛下，王爱卿，朕答应你的一次并肩王，看来是实现不了了。等到了九泉，也不要管朕。陛下，其实盐这个事儿，它不难解决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能解决？对，王大人会炼盐。陛下，你还记得吗？王大人他会炼盐啊！朕知道他会炼盐，可那是盐山坊里的贡盐，本就算精盐，产量太少，攻不了边关10数万大军。这御膳房的盐能提炼，边关的就不能了？你是说小 case？ 跟我来。这就好了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出盐了！皇上，你快看，出盐了！白色的盐，这就能吃了！哈哈哈哈！王卿真是大才呀！举手之间就解除了我朝的灭国之灾。快将此法抄送边关，让……等等！这种方法边关早就试过了，根本就没有用。父皇，您尝。这盐苦涩，跟那个毒盐一般无二，这是会吃死人的。王妃，你竟敢用这种低劣的把戏欺骗皇上！谁说这就成了？重点还在后面呢！快给我刷了！
好了。我闻到一股香气。公主，尝尝。公主，你这水有点咸啊！可恶，又看歪了。刘笨笨，皇上，今天晚上的天气不错啊。是啊，皇上，今晚的太阳好亮啊！还是我帮你吧。修容怎么样？真的能吃，这味道竟然比宫里的还好。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想知道里面是什么？亲我一口，我就告诉你。想知道里面是什么？亲我一口，我就告诉你。淫贼！刘瑾，快将这淫贼给我！刘笨笨呢？觉得这世上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呀？皇上，就是像您一样，不给自己找不懂。我觉得也是。好啊你，竟然联合了父皇和刘瑾！我没有。哎呦，不信就算了，反正这过滤毒烟的配方也会抄送到边疆，等你到了前线，咱也能看到。我去，本来想让你亲脸，你是亲嘴儿啊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咋变这么快呀？东西你还没看呢？我告诉你，是碳粉，碳粉啊！老爷闺女，忙完了。公主你想不可呀！我招谁惹谁了我？王爱卿，成了，成是成了，但是你闺女咋还打人呢？王爱卿有所不知啊，朕这闺女打小一害羞就扇人巴掌，小的时候就没少抽朕。什么？公主还有这癖好呢？王大人，其实抽您是好事儿，证明公主啊把您当自己人。自己人还抽？那要不是自己人，那都被他一剑捅死了。王老弟啊，朕这闺女以后就拜托给你了。朕感觉朕的龙根还有点疼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还劳烦贤婿把这烈焰之法抄送给朕，朕明天一早要抄送到西北边境啊。皇上，不是我立这么大功，没点嘉奖吗？大哥，岳父，有事儿就找你老婆秀荣，跟她说，她只要开口，朕都答应。王大人，你们这辈分挺乱。为什么得忙活半天就露两嘴巴子？我还不如在屋里咳嗽找纸呢。还是我家姓卢好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沈家。我操！能不能回沈家不知道，不过今夜王大人可以来我这儿一探究竟。